Hello，大家好啊！今天2月25号，今天这个盘后呢发的比较晚啊。之所以发的比较晚呢，是因为在等英伟达和 CRM 的电话会议啊。今天这两家发财报啊，然后先说英伟达吧。呃，提前说一句啊，这个想要打我脸的朋友呢，明天收盘再来啊。明天是涨是跌，明天再说。你要打脸，明天再来啊。这个花街明天开盘之后才知道他们到底对这个财报和电话会议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解读啊。现在不要着急来打脸，给你时间，明天收盘再过来打，没问题啊，随时来打。反正我现在是空着英伟达，反正做空，明天怎么样，明天再说，好吧？我们就先说这个英伟达的财报啊，英伟达的财报呢，反正双 beat 呢是肯定的啊，EPS 和 revenue 都是双 beat 啊，甚至可以说是3 beat 啊，3 beat 这是意思呢，就是下季度营收达到780亿美金啊，大幅高于华尔街的724亿，也就是指引也高于预期，EPS 也高于预期，non-GAAP 也高于预期啊，然后 revenue 也高于预期啊，基本上呢就这么样一个状态啊，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电话会议呢整体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数据中心收入呢623亿美金，环比增长22%，同比增长75%。需求极度旺盛啊，不仅全新的这个 Blackwell 架构，然后包括这些老的 Hooper，甚至6年前的 Ampere 架构依然存在巨大的未满足需求。云端老旧产品也已售罄啊，网络互联产品 NVLink 啊、Spectrum X 啊、InfiniBand 呢的采用率同样表现强劲啊，反正就是吹牛逼呗，好吧，这个反正也有数据支撑啊，也不是完完全全吹牛逼。核心洞察呢就是这个Agent AI 拐点已至啊，这个随着企业对 AI 智能体的大规模采用呢，计算需求在呈现指数级增长，正在推动新的 AI 工厂，并催生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这他妈就扯淡啊！谁他妈用 AI 智能体会去用你的云服务器？肯定都是自己自建了啊！大公司自己自建，小公司呢用开源模型，对吧？谁他妈用你云服务器给你输送数据和你共享数据吗？这个东西就是妥妥的扯淡啊！这个至少是我看空的一个点。然后推理端的经济性突破啊，管理层强调配备 NVLink 的 Grace Blackwell 平台是当今推理之王。这个滚蛋啊！你和 TPU 比，和 Google 的 TPU 比，完全没得比啊！这个是完全不可能比的。不论速度，不论成本，和 TPU 都是没法比的。这个就是他自己吹牛逼。建议大家好好去研究一下我在说的东西啊！如果你只是一味的看着英伟达，没有去研究过这些东西呢，随便吧哈，反正我不多说了。这个科普结构、多元化呢，我们就不说了啊。然后反正吹牛逼呢，2026自然年内芯片制造交付总额将达到5000亿美金的目标。但是大家就要注意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一会儿我要说的 ORCL 跟它有关系。第二，OpenAI 到底能采购多少啊？反正 OpenAI 是上个星期刚刚下调了资本支出，会不会再次下调，谁知道，对吧？然后 Anthropic 现在整体的强势啊，这个反正对Anthropic 和 Gemini 的强势，对于 OpenAI 的这个狙击是很明显的啊。什么时候 OpenAI 的营业额扛不住，我也不知道，好吧？这个反正它的大厂都来自于这个，包括 CLWA，包括 Oracle 啊，好吧，这个是英伟达的事情。然后我们就顺道先把和它有关系的甲骨文说了吧，说完我再去说 CRM。呃奥本海默呢上调甲骨文的评级啊，奥本海默强调上调甲骨文的评级到200美金，然后上调给了一个跑赢大盘。ORCL 呢现在的价格是ORCL 的价格现在是150吧，好像是147.1毛7啊，也就是说还给了它25%的上涨空间啊，这是奥本海默给出的一个价格啊。然后搞笑的呢是奥本海默其实是一个卖方公司啊，他给的这种评级呢基本上大家看看就过了啊，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反正给的理由呢是 GPU 供应短缺背景下的份额争夺，这其一。其二呢，独特的网络架构优势啊，就是甲骨文在 RDMA 网络方面的领先优势。这种架构在处理训练 AI 处理大规模 AI 训练负载时，比传统的以太网更具效率，且成本更低。那这个成本更低，这个更合理。那英伟达的 NVLink 放哪去啊？这个好吧，使得这个 OCI 成为运行大模型 LLM 的首选平台之一这个是他给的理由。那我就请问，那 TPU 呢？请问 NVLink 呢？对不对？好吧，然后与三大云巨头的战略联盟啊，包括了微软、Google 和 AWS 形成了深度合作啊。这种多云战略允许客户在这些主流云平台上直接调用 Oracle 数据库服务，极大降低了客户流失率，并带来了存量业务的增量收入。Oracle 的数据库还是有些东西的，对吧？这个毕竟是老的这个数据巨头了，但是你的数据库 Oracle 的数据库和一会儿我要讲的 CRM 的数据库没有任何可比性啊，它这个是多元化的一个数据库，对吧？而且这个垂直深度到底够不够，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垂直深度的数据
存不存在隐私侵犯的问题啊，放在他们的数据库里边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有隐私权限的，好吧？这个只是我说到这里，讲到哪里想到哪里我就说哪里啊，这个不代表任何投资的理由啊。然后利润率的扩张空间啊，这个加速本地部署啊，其 SaaS 软件业务利润率将持续增长，得到改善。你这个是不是他妈有病啊？整个市场现在在把 SaaS 砸的一逼，然后这都几乎全部都快腰斩了，然后现在说 SaaS 业务的利润率将持续改善，那你的意思是 SaaS 不会死呗？然后一边推 AI，一边又说 SaaS 不会死，这是两个人写的东西吗？还是干嘛呀？我也看不懂啊。反正奥本海默这份卖方的研报给的莫名其妙啊。然后数据主权的结构性需求等等等等等啊，反正总共就是5条，好吧，我就不说这个了。然后总体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甲骨文从一家传统的数据库公司成功转型为 AI 基础建设的核心参与者，在 AI 算力竞争当中被视为性价比和部署速度较快的稀缺标的啊。那你他妈 CRW 又放哪去啊？我就搞不懂他们这些卖方写的这些研报都是些他妈什么狗屁啊！反正大家看看听听就过了。我是看见新闻，然后就回去看了看这份研报到底在讲什么。反正奥本海默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奥本海默去年2025年就看标普看到这个7500点啊，最后才到多少点？反正我觉得奥本海默也挺搞笑的，起了一个巨牛逼的名字，然后做的东西是什么垃圾啊？我也不知道啊。好吧，我们去说 CRM 啊。为什么说 CRM 呢？因为今天早上我提了一嘴啊。我觉得它这个盘后呢估计会往上走，但是盘后往下跌啊，很正常。因为大家参考一下 Workday 啊 ，Workday 昨天盘后财报出了之后跌了10%啊，盘前也是10%，今天最后收正了啊，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是 Workday 啊 ，Workday 今天是走了一条这种线啊，就是昨天出了财报，然后盘从这开始啊，然后端最后日内涨了12%啊，虽然盘后又在跌一跌啊，现在 CRM 也在往下，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个都正常啊，反正都正常183。OK 我们就说一说 CRM 的东西啊。CRM 呢 Q4 营收112亿美元啊，同比增长12%啊，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111.9亿啊。经营季度中包含了收购 Informatica 带来的3.99亿的美元增量。2026年财年全年营收415亿美金。Q4 non-GAAP EPS 3.81啊，大幅击败分析师预期的3.05。营业利润率维持在34.3%，营业现金流达到54.6亿啊，同比大增37.6%啊。履约义务呢，履约了351亿，同比增长16%啊，超预期345亿显示出强劲的递增积压。所以看空 SaaS 的理由呢，我觉得可以止住了啊。这个我都不去说它的 AI 的东西，就单纯从这份财报上看，你看空 SaaS 其实已经是处于一个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啊。这个 SaaS 软件是不会被替代的。然后27年的指引呢给的比较弱啊，就是它的财年今年是26年财年了，它给的财年已经是给到27年财年美股的财年比较乱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不是其实也就是说今年的全年营收给到了458到462亿啊，隐含就是差不多10%的增长啊，优于预期的461.1亿美元啊。基本上也就是平啊，就是和预期差不多是一个持平的东西。然后它的主要的核心数据呢，首先第一是这个 Agentforce 的商业化出现成效，它自己的 AI 平台年度经常性收入飙升至8亿美金啊，同比激增169%。在生产环境中部署该产品的账户环比增长了50%，所有 Q4 前10大订单均包含了 Agentforce相关模块啊。全新商业化指标 AWU，Salesforce 推出了一个名为智能体工作单元的全新指标，用于量化 AI 创造的实际价值啊。系统累计已经交付24亿个 AWU， 处理了19万亿个 token。然后它的 Delta 360的底层支撑啊，这个2026年摄取了112万条记录，同比增长114%，通过 Zero Copy 模式提取的数据飙升了310%啊。好吧这个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东西啊。然后电话会议的核心洞察呢，向智能体企业演进啊，就是管理层极力向华尔街传达，就是它现在已经是不是 SaaS 软件，或者说它是一个使用了 AI 的 SaaS 软件，或者是演变为一个数字劳动力平台啊，就是它这个完成收购 Informatics 成为关键的数据大脑，为复杂的工作流自动化提供了必要的底层净数据啊。然后市场的 AI 焦虑，尽管利润、现金流指引双双超预期股价仍在盘后出现了下跌啊，但刚才大家看见了也是暴露了投资者担忧，就是在 AI 智能体时代，企业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人类销售和客服，既减少按照传统软件席位收费的订阅量，
Salesforce 呢需要证明 Agentforce 带来的增量收入能够抵消甚至远远超越传统模式受到的潜在冲击这个东西呢，反正狗屁不通啊！为什么狗屁不通呢？大家如果你真的关注这个 Salesforce， 你就发现其实去年不是今年啊，是去年的时候 ，CRM 已经开始大幅的这个把人工干掉使用 AI， 但是下半年的时候，这个 CEO 突然有点后悔了，又把人请回来，所以华尔街希望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暂时是行不通的所以，到底 AI 能取代掉多少人特别是人类销售和人类客服这个东西，我还持疑，我还持有问号现在也是打问号。其实Salesforce 自身也是打问号的因为他们也在把很多人请回来。OK， 那么说一说为什么尽管出现了这么样一些东西，而且包括27年，就是今年的整个财务指引也不是太好，但是盘后没有出现暴跌，是因为公司推出了一项高达500亿美金的股票回购计划。大家请注意CRM 现在的市值是接近1800亿，500亿美金是差不多它市值的28%，接近30%了然后我刚才去翻了一下它的财务报表，它2026年的全年的自由现金流144亿。说实话，已经是很牛逼了这个完全是现金奶牛全年现金流干到了144亿美金。但是这个144亿美金和500亿回购放在一起，是不是500亿回购就有点好像画大饼似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但是大家这个500亿呢，我觉得还是 OK 可以去相信和接受的虽然和它的这个自由现金流相比可以达到3.5年，但是不排除如果股价出现疯狂暴跌的话，它自身会去这个贷款也好干嘛，我觉得他会去做这种事情因为它的现金流很好，他要贷款要去把这144亿的自由现金流放个3倍。我觉得很容易很轻松的就有人能贷给他这个钱让他来回购股票。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就是你想要再做空 CRM，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了就是这个500亿甩出来其实已经这个大饼还是可以画一下的虽然它的拆解下来，它的自由现金流是不够的，可能需要3年多才能回购完这500亿就是还是在不干其他事情的情况下，但凡干了，可能500亿就需要4年甚至5年，对吧？但是市场给予它的时间也不至于说连续3年都横在这个股价上，或者3年都往下砸，对吧？而且它自身是有 AI 的，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首先第一Salesforce 的这个天使投资部门是 Anthropic 早期的投资人，这其一，其二。Salesforce 的核心大脑其实用的是 Cloud， 也就是 Anthropic 给它提供的，但是数据是完全封闭在它自己的数据库里边。所以你把这些逻辑理清楚之后，你就会发现 CRM 就是 Salesforce 其实是完完全全一个被错杀的一个 SaaS 软件就是它其实它的整个估值是 OK 的说一说今天盘面上的东西，今天盘面上的东西呢罗素呢，反正最低的时候跌到了负的0.3后来又爬上来，又爬到了0.6。最高的时候爬到0.7了吧，然后收盘前又跌回去了然后纳斯达克呢，反正一路今天是在向上标普也是一路在向上，但是今天这个等权的标普走得非常不好就是收盘的时候才红过来的才转正的，所以明天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今天看上去呢，像是整个市场是在压住英伟达的财报就是为了英伟达在疯狂觉得英伟达会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后来发现英伟达最后也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个刚才发了财报之后，其实财报不错的，但是涨了差不多有5%吧，最高的时候，然后又跌回来了现在已经比收盘还要和收盘持平了反正我觉得不管是我的空单还是您的多单，您都不要着急，您想要打我的脸，想要打我做空英伟达，你明天收盘再来好吧等明天华尔街把整个这些解读完了，他们到底对这些电话会议和这份财报到底是什么看法，让市场去做决定，做决定做完了你再回来打我脸，我随时在这儿不是不发视频，今天是要发的，只是我在发的比较晚，我在等这份财报等电话会议你别着急来打脸，要打脸的明天来好吧，不要着急然后这个板块上面呢，今天肯定是科技领涨然后必须消费品呢今天是跌了然后公用事业呢微微涨了一点点最大涨幅呢这些我们就不看了就先这样，然后我们去看看这个七巨头七巨头呢今天也是全部带涨全部都大涨。微软今天呢是和这个 Starlink 发生合作了所以涨了3%这个大家交代一下然后其他呢其实涨都还很正常是吧？好吧，一个一个看看吧先看苹果苹果呢反正还是一个小横盘的一个状态给数据流给的还是资金流给的还是一个小横盘的状态把它换一下把它换到这边
换这个啊 APL 啊，好吧 APL 呢，反正就这样啊，继续涨吧。反正也是又顶到它的阻力了，能不能上得去，我们等等再看啊，这其一然后 Microsoft 呢今天终于不软了啊，今天终于站起来了站起来呢是因为和 Starlink 合作啊，具体的这个合作东西我没去仔细翻等一会儿我再翻一翻，看明天盘前能不能说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涨了3块钱啊，涨了3%。然后 Google 呢，反正最近就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啊，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反正最近整个市场就在等一个刺激点啊，就是涨也不涨，跌也不跌，就在等刺激点。那是在等英伟达呢，反正如果是按照英伟达这份很平庸的东西出来，我觉得明天又是不涨不跌啊，这个横盘还得继续，什么时候能破了这个横盘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大家继续看吧啊，就是你要说英伟达能大跌到哪去，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你要说它大涨到哪去，我觉得也不太现实，没有什么新东西。它电话会议那些东西基本上早就被市场 price in 了啊。然后 Meta 呢，今天也是涨了2.25啊。今天反正整个市场就是情绪很重的在推着往上走啊。英伟达，在推着往上走啊。这个现在是0.03啊，不管它了，明天开盘再看。然后特斯拉，特斯拉呢也是一个小涨是吧？反正今天都在涨，好吧？今天科技板块涨得挺猛啊，Amazon也涨得挺猛。好吧，这个涨了又收了一颗十字星，是不是要下错了？我也不知道。好吧，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啊，多的我就不说了啊。拜拜。